那你到台湾地区做艺人，就是源于 F4喽？我不是，我回去是想要发唱片。你看，帅不帅？有被帅到吗？够帅哈，可以了哈。帅，够帅，还要多帅，还要多帅！哎呦，好像累坏了吧？哎，你也知道吗？累啊，眼睛都红的。但没关系啦，一切都是为了艺术。就你们这个6倍光速这组员成员，挨个给我分析一下每个人的特点，除自己之外啊。王希成熟的稳，声音非常好。王希声音特别好听，好听。第一次听到王希的时候，就真的圈粉了。我那时候也跟他说，我看完他表演的时候，我说哇，真的很棒。他教你什么东北歌了吗？他东北人啊。王希教我唱一些东北歌，但我现在有一点忘记。对，听说你会学那个谁腾格尔的那个《天边》是吧？我看原版啊。My family, my home, my paradise。你声音模仿挺好，说你模仿声音模仿特别好。迪玛希的吗 ？What's the 迪玛希 song like？迪玛希。好嘞，It's very simple, I tell you。对。然后我像那个迪玛希，他在教我他的语言的时候，对，我发音的时候，他就 very cool, oh my bro, perfect, so good。他就是一个天才，我觉得。对，许志碧就弟弟，像弟弟一样。小弟弟，对。你和志贤是认识很多年了吗？还是5年？好像有5年。对，那时候拍《如果爱》，聊了很多，就突然发现，哎，这个人就很单纯。他很依赖你，有吗？有，我们感觉到他很依赖你，就很善良，然后知道他那么年轻，然后也是一个爸爸。对呀，就觉得还哇，很有家教的这种一个感觉，然后跟家人很好，我觉得都很不错，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就变成好朋友。你们俩是约着一起来这个追光的吗？是约好的吗？有一点，对呀。我有说有他在，其实我会更想要来。但是我以前在这来这个追光圈，我没有认识到他，但那天我一看以后，确实，形象各个方面，言谈举止、教养各个方面都很好，surprise。因为我知道他非常热爱舞台，对，然后他有这个机会，我觉得是很棒，然后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他其实是值得在舞台上，然后让人家看到欣赏他的这个东西。对然后9C，哥们，9C是第一次接触吧？9C不是9C，其实我们之前就认识了。他也是喜欢潮流的一个人，所以那时候就刚好认识共同的朋友，然后介绍我们认识。小龙哥温柔的可爱，跟小龙是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吧？小龙那时候有一起拍过戏。他们给我爆料说，你还上台之前为了显示还腹肌上抹油了是吗？手臂啊！对。完，那个吴镇宇看到了。对你干嘛这样子？不必啦，对，你知道吗？你干嘛呢？又抹什么油呢？没办法，你知道，年龄已经需要抹一下了，你知道，要不然像干嘛呢？像机器，要不然就不会动得了，你知道。那现在凭什么保持身材？健身吗？每天健身很多吗？还运动很多呀？饿坏自己啊！没有啦，开玩笑。不吃就不吃？不是，还是会吃，但我肯定在拍东西的时候，我吃的就的确是比较健康一些。然后，比如说，对，在这一阶段，在这个追光我这一段时间吃什么？你的食谱我听。巨多沙拉跟烫鸡胸肉，然后烫花椰菜。然后还会吃三明治类的淀粉，还是会吃，但我就是不会吃太多炸的油，你知道油炸的那些东西，或者是披萨或者汉堡那些。宵夜呢？不吃的。宵夜几乎不碰。怎么可能？跟这帮兄弟们在一起，你不碰宵夜的？我不太碰，我去闻他们的宵夜就可以了。好。我有一次那个9C，他肚子饿了，他在那边看着说：“但你不吃，我有点不好意思在里面吃泡面。”我说：“没事，你吃。”他后来烫水之后，他就摆在那儿，他就在那边洗澡。把汤给你了。对，然后我就打开闻一闻，那一闻不更想吃了吗？没有，你就闻到，你知道胃里面就觉得都到了，你就就够了。现在你做艺人是这个样，对自己有要求。那有一天如果你真要不做艺人，不做演员了，你会放开自己吗？
其实到现在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样的身材，一定要怎么样，最主要是健康。健康，我觉得最重要是健康。而且你自己状态感觉好了，对自己也是个信心。对，因为你如果完全松掉都不运动的话，其实对身体很不好，而且很多更快有问题会出现。你在舞台对自己舞台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对你自己？就可以有一个完美的表演。可能每个在舞台上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渴望嘛，对不对？就是从0到4分钟一结束的时候，砰，就很没有任何遗憾，没有任何那个后悔，任何动作，只是就 OK 都 OK 了。对，但这个很难的。联盟秀，吴建豪和来自周晓鸥战队的张傲月联手在高空挑战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消防员的故事。从未接触过绸吊的他，也兑现了他追求完美的期待。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你最开始跳舞是因为什么？是喜欢跳舞，还是谁发现？妈妈发现的天分？其实一开始我记得我有一个舞步，我二姐大姐会跳，然后我不会，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有点逗，然后取笑我。然后后来那时候没想太多，之后后来去减肥中心，我妈把我送到一个减肥中心。你很胖吗？我不瘦。真的吗？我看看有一些有照片，我看看他到底有多胖。这个是谁呀？那个是我。哦，你真胖过呀？胖过，对。看不出你原来胖过的人。我那时候其实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点肉，然后后来太瘦了之后，就爸妈跟喂一直喂，到最后就胖起来了。胖那时候多大？10几岁？有10岁吗？我那时候可能7、8岁。对，7、8岁、9岁、10岁，那时候就一直胖。还好啊。对，但我大概11岁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把我送去减肥中心。那时候刚好他们教跳韵律操，然后就 N1、N2，然后那时候学会节奏感的时候。就后来懂得怎么样去跳舞这个东西，然后刚好在那个大家在跳舞的时候，在那个圈里面，然后大家给我呼喊鼓掌的时候，刺激到我了，然后就这种感觉很好。对，然后就陆续就一直慢慢自己在练，我就放卡带 VHS 的那种卡带，然后就一直在看学，把动作放慢，抓这个抓那个，然后就学会了一些。对，但那个这接触怎么骨折是因为好那时候怎么回事啊？太急了吧，是自己太冲动，想要把这个动作先练好。当时一听到骨折的时候，他们在打石膏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好像一直讲我落泪，好像感觉很爱哭哦。等个大概10到15分钟，也就是说彻底阴了，你再回去，走吧。那就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就觉得我不想影响他们的心情，我也不希望他们觉得说啊，队长这样受伤，那也不能跳，然后我们怎么办？所以我就说不管，我打死我都会跳。我说不像你哎，我头一次看你把头别成好像个大哥的样子。我见到我印象中建豪一直是这个样子，这个突然说是建豪吗？那时候就没有，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头发的。这个我刚才看了以后，你没变坏，亲爱的。这个什么时候？这个是下一站幸福的时候，那时候拍任光熙，然后这个还有昆曲呢，这个对，这个是拍《道士下山》的时候，跟那个陈凯歌导演。走光路的时候，吴建豪携带的纪念品是一尊尊亚克力的小人，每一尊小人都记录下他不同的角色，记录下他不断突破的步伐。这些照片都是我之前人生难忘的一些时刻，给我一个回念。其实你演了好多角色，也蔫不登的，偷偷的哈，就不知不觉就演了这么多角色。就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东西。你想的是歌唱来主打的，没想到自己会演戏吗？没想到。会希望是有一天也可以去演戏，但是真的是希望是以歌唱为主线。这几个角色当中，你觉得离你本人比较远的哪个角色？就是跟建豪比较远的一个角色。对，那个角色，这跟那应该是道士下山那个吧。美景雨水家。为什么呢？
从来没接触过，因为也不是，就是他最远的地方就是完全是自我，完全不管其他人。这个角色，导演的时候选我的原因还挺好笑。怎么讲呢？他那时候就他说建豪这个角色呢，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带一点自恋。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照片就觉得，就是你，凯哥是吧？对。但我觉得那不是自恋，那个是有自信。对。那你到台湾地区做艺人，就是源于F4了？我不是，我回去是想要发唱片，就是先发唱片，对，唱片唱跳歌手但是我也去试音，你知道，我去各个的唱片公司，对。但当时刚开始那个就比较难签到一个唱片公司，到最后我其实本来先想要离开，就是说那我就不要做了。我待了3个月，然后待了3个月，住了快17个地方。被谁发现的？被柴智屏跟胖哥2个那个制作人，对，不一样的地方发现到我，统一都是叫我去试镜，有一个新的电视剧，然后觉得角色我还挺适合的。第一次胖哥在健身房来跟我讲的，那我看到一个大男人，然后就来，我觉得你这个型还不错，你可以来试镜，我要拍一部戏。我想说你谁呀？那时候是《流星花园》吗？就是《流星花园》，就《流星花园》。但他来了，我有点吓一跳，你知道，因为在健身房嘛。是，有点怪怪的。对。但到最后，后来觉得就真的还是也要感谢他们2位。对。就当年追你们《流星花园》的女粉丝啊，现在都有当妈了，是，有的算当奶奶了。对。你不觉得？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在陪他们长大呢？都已经20年了，你知道。对，我记得有一次。日本有办了一个那个粉丝会见面会，然后突然有一年有一个人奶奶打电话进来说，那个建豪今年会来办那个粉丝见面会吗？因为我真的担心我明年就见不到他了。我一听这句话，我说去，我们今天就去，马上就去，对，然后就办了。然后看到他真的是很可爱，就一堆头发都是白的，但梳得很整齐，很完美漂亮，穿一个那种太阳裙子，然后就是很美，然后很有气质的一个奶奶，然后看到她就说过来，然后我就看到她就抱一下，然后想到我的婆婆之类的，在《流星花园》出来以后，我现在看有很多评语，我想看看这个评语咱们看一下啊，看看啊，以前看《流星花园》觉得她最丑，现在反而觉得挺帅，所以说这话从这儿来的。好，在 F4里面当初觉得最不看好的都没觉得是你最帅，但现在最帅的就是你。哇，好直接哦 ，Thanks。就是当时别人都那个，但最后看你走的久，最后最帅的还是建豪走最好。没有，不能这么说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了，对，是吧？他穿白背心超有型的，超级洋气的。人的审美会随着年龄、阅历、认知各种不同层面的东西影响而改变。对的，男明星里面算越老越帅的，可能是有自己风格的。你选择一个你认可的，都挺认可的，都还不错吧？对啊，我觉得后边2个连在一起是一个最好的。就后边2个人的审美会随着年龄、阅历、认知等各种不同层面东西而改变的，所以在男明星里面他是越老越帅的，很有最有风格。绝了。建豪给自己的5官打个分，你5官里面你最欣赏自己哪块最好？哎呀，这个，我觉得眉毛还不错。真的吗？我觉得眉毛还好，可以修。我觉得我最喜欢你哪儿，你知道吗？哪儿？就你的眼睛。眼睛吗？你的小单眼皮太好看了。我眉毛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像七龙珠的那个眉对，但眉毛也是可以修啊、画呀、干嘛的对。但这个眼睛，你这个单眼皮太好看了谢谢。我觉得我看他们说，如果你要让我从旁边看，我就建豪哪个？我说他那个单眼皮太好看了。我老婆倩倩很喜欢吴建豪，她说他的单眼皮儿好迷人。心里面想，单眼皮儿，我另外一个就也许我鼻子，对，鼻子是我小时候我妈一直看着我鼻子，觉得是不是做出来的？现在就我小时候，我妈就一直捏我鼻子，她说来弟弟过来，骨头也捏不出来的呀。她没有，她说是鼻子来捏一下会更翘更挺。然后我自己听到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洗脑了，你知道？然后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没事，我就那边这样自己捏一直捏。
如果有2个 choice 的话，我随便说哈，看你选哪个啊？一种对你的评价是，哎呀，建豪没有以前帅了，但现在演戏演太好了，这是一个啊 attitude， 哇，越老越帅，但演戏太一般了。你要哪个？我要第一个。你还是可以放弃形象的哈。对啊，我自己觉得帅就好了。如果我活在每一个人的称赞，我会败在他们的批评，对吧？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的价值不是别人给我的，而是我自己给我的价值。所以你选择第一个的。我选第一个。建豪有孤单的时候吗？有啊，每个人都有孤单的时候。我知道啊，你孤单的时候你干嘛呢？哭啊。真的吗？你是那种很容易自我可怜的人吗？可怜是哎呀，我很不容易啊，不会那种，我不会，我会是很感恩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能活到现在，然后有这么好的一个家人爱我，有这么多好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事业跟支持我，我觉得是我没有什么样去可怜自己的一个态度。哎，你上一次我没他们后来跟我说是，你怎么是感动的哭了呀，还掉？我说建豪不会轻易掉眼泪的吧？什么事儿啊？我们都在，我们都在。他讲完那句话之后，我就哇，就很奇妙。就大家分享那么多，就觉得哇，好感动，你知道？然后，就算我再累，我还是值得。我可以有这个机会跟我们所有的团队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我就很感动，我觉得是大家一起有一个共鸣，一起去做一件事情。而且你知道怎么跟团怎么相处，大家就真的很团结。出场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分工的时候都很准确，然后很有把握去该去做的东西，给的都对的，然后可以互相弥补。所以就很感动，哇！突然有一天是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真的很棒。然后就你是个特别好像是 family oriented， 就是对家庭特别看重家庭价值的哈。我觉得，因为家庭对我来说是这世界上没有第二这件事情。家人是我知道，不管我今天在这一行，或是不再走演艺圈，他们是同样的方式去爱我。然后我如果突然有一天发生任何事情，我第一个可以跟家里人就是可以跟家人交流。所以家人，而且我们其实大家庭嘛，我妈妈就生了5个，然后我爸爸那边就4个，你知道，所以。我还有一个最小的妹妹，她才19岁。哇，这个 big family， 我也喜欢大家庭的，热闹嘛，热闹聚在一起。对。那在家里边，大家的语言环境什么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mix？ 也是 mix。你到底在干嘛 ？Don't you know that's not good？ 赶紧过来啊！你知道吗？对，中英文混在一起的。那如果大家这么大家庭能 hold 在一起的话，这个妈妈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人，她太厉害了。平时看你圈里边可能跟妈妈的合影特别多，是跟妈妈最近是吧？她随时随地现在都在拍照。来，弟弟，我们来拍一张照。她管你叫弟弟啊？她会叫我弟弟，因为大姐二姐嘛，弟弟啊。对。妈妈是不是也曾经自己也有演员的梦想，一直全放在你们身上？人家其实应该当演员的是吧？有。突然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翻她桌子里面看到一本杂志，然后她是在封面，你知道？对，她在封面。这真一个很旧的，可能是一个学校或是一个什么样的？对。那看到的时候，哎。还不错，然后所以妈妈其实都蛮有这种的一个梦想。妈妈是喜欢唱歌跳舞的。她现在开始跳舞，真的？对，她开始跳waltz 啊，然后那些恰恰 ballroom dance 的那简单的东西。我看到她，我笑的，好呀。对，然后很享受的哈。对，很享受那个过程，我其实很蛮感动的。我觉得，对你就是要现在好好的去追求你想要活的生活，是最重要。而且他60多岁了，年轻啊，60岁很年轻啊。是的，所以家庭遗传基因还是很重要的。但目前在这个舞台上最活跃的，作为艺人演员最活跃的就是你了。在荧幕前面只有我一个最活跃的。对，妹妹现在舞跳很好哎，妹妹跳得很棒，她现在开自己的教室了。真的？对，教一些小朋友从8岁到18岁。她的古典舞现在都很好的呀。对，很棒，我替她非常骄傲。是，我其实有想要。介绍一个人，我说，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他说，他不会讲中文，我觉得不要。我说为什么？因为不会跟爸爸妈妈一起聊天的话，我就哇，我觉得这个厉害，你知道？这个对，对，他有这样的想法，而且觉得还不错。
其实我今天跟建豪聊了半天，我突然发现哈，当年大家认为他是在 F4里面可能最不起眼的那个帅哥，对吧？但现在他越来越成熟了，而且从他言谈举止，他的生活观、价值观、爱情观，哪怕对人性的理解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要求。但是作为算是前辈，算是大姐吧，我就希望在建豪能在自己的爱情上能够收获到属于你的那份爱情。我真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想要是的相爱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在人生的一个祝福。最后再有一个问题，很 silly 的问题，唱歌、演戏只选一个，有很愚蠢的问题吗？唱歌、演戏选一个，我去当爸爸算了吧，当父亲，我当父亲。这个回答更好。只要唱歌，只演戏，那好不，我都不，我去只做父亲去。非常好，非常好 ，Thank you， 谢谢建豪，谢谢。Thank you so much.